是希拉波里斯古城遗迹。说到这个地方，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很重要的一个中继站。怪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丝绸之路它不是中国的吗？为什么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却是在土耳其呢？从地理位置来看，你会发现土耳其横跨了欧洲跟亚洲大陆，也就是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要跨入欧洲的门口啊，它的大门口啊，就在土耳其欧亚的边界嘛。所以在整个土耳其以前留有非常多的古驿站，这些古驿站呢，都是以前古代的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也是象征的经济繁荣的重点之一。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古城，其实也就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城堡。而这个古城堡旁边最有名的棉堡，也叫棉花堡，也是所有来土耳其必经之地。看这个不是天使有羽毛啊，那是因为很多人来到这一片雪白好像下雪的棉堡呢，都会在这边拍上最美丽的照片。原因是因为它的独特的地形地貌，它独特的雪白石灰岩，也就是这里有温泉啊，流经下来，它那一些温泉水里面的碳酸钙，还有这些石灰岩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整个雪白的形式啊。那慢慢的呢，越来越有名，越来越多人来这边。随着网络，随着旅游的发达，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土耳其家喻户晓的地方。希拉波里斯古城呢，就在棉堡，也就是棉花堡的旁边。那这里眼前很多景色以外的断垣残壁呢，这些都是曾经守护城墙的堡垒。这里横跨的古罗马遗迹，横跨的历史，又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还有地形地貌、有景观的特别观光景点。这里是美丽的棉花堡。棉堡也是世界遗产，涵盖的温泉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冷却了，所以沉积下来的就变成了白色的石灰岩层。再加上因为气候、温度、温泉水的流量，导致成呢这些温泉水呢，因为层层叠伏的关系，它就沉积在这些石灰岩当中，就形成了现在的棉花堡景致。
而这一些棉花堡因为是白色的，然后呢又有这些温泉水，就出现了白色的石灰岩当中有湛蓝的温泉水，怎么看都漂亮啊。除了有时候人太多，画面看起来没那么漂亮之外，但是没办法啊，我常讲啊，有名就有很多人会来嘛。这个就像什么？有的偶像明星，他想要有私人生活，他想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但很难呐，因为你很红啊，所以你到哪里都有人认得你啊。那如果你到哪里都没有人认得你，那你就不红啦，对不对？旅游景点也是一样，很矛盾的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秘密景点、特殊景点，我有时候刚推广或推展给大家的时候，大家要赶快来，因为那个时候它真美，但是还没有人呢。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多人了，对吧？所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棉花堡还没有变成世界遗产的时候呢，是一个没有保护的石灰岩池。后来网络发达，观光发达，把它挖掘出来之后呢，这个政府呢就开始花钱整治咯。到后来连穿鞋子都不行，要你打赤脚进去啊，免得你的鞋子呢污染了温泉水。但有时候如果你有香港脚，好像也会污染，对吧？但是谁知道？很多人在这边呢，做一个翅膀的模型呢，让你挂在你的背上，好像天使一样。原因就是白色的石灰岩配上天使，太美。你知道世界各国很奇怪，每个民族性不同，政治文化的不同，塑造出不一样的整个国家经济，还有它的历史文化。像是有的国家呢，它变成了多元种族，它不能接受，它只能单一民族，对于其他的种族是排斥。像有的国家呢，同种族的还会分裂啊，还不承认呢。而土耳其为什么迷人，你知道吗？就是它是多元种族在这边有融合，有争夺，有战争，有抢夺，这种冲击文化底下，加上欧洲跟亚洲板块之间，再加上丝绸之路，所以它非常的丰富，它的人文历史也是非常的精彩。艾菲索斯古城呢，也可以叫做 Epheso， 它是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大城市。它这里以前是注入爱琴海的河口。那西元前11世纪呢，有一个叫做爱奥尼亚人所建立的，超过了2000年，这个面积非常的大，超过了2000公顷。曾经居住在这个城市有25万人。你要知道，25万人在当时1000年前是多么可怕的人口啊！有东方庞贝之称。目前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罗马古城。哎呦，罗马古城这4个字，在伊斯兰教的国家就特别了。所以这一块土地，它经历了中国、亚洲、丝绸等等文化交流。因为商队会经过这里嘛，所以丝绸之路在土耳其也是一条必经的城市之一。第二个，希腊人来过这里，比罗马人还早。再来呢，罗马人又在这个城市架构过他的
主要城市以菲所，到后来它又变成了伊斯兰世界。所以在这1000年的历史当中呢，它改朝换代了几次，所以我才说啊，人们都是历史洪流当中一小块部分而已啊。这里保存着世界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罗马古城，希腊文化、罗马时代繁荣的象征，在现今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屹立不摇，没有被破坏，反而把它保存得很好，用它来赚观光财。因为历史本来就是需要留下来，它的功与过留给后人去评断吧。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它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以菲所后来从历史上慢慢的消失，没有人要理它，很简单，就跟城市转移它的兴衰是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居住的国家或者是城市，你都会发现以前繁荣的地方，有可能有一天它不繁荣了，人口的转移，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成这一个城市没落了。而以菲所就是艾菲索斯古城，它之所以会没落，原因是因为当时这里是注入爱琴海的港口。那你知道港口城市以前都是最发达的，艾菲索斯古城呢，在里面游览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有图书馆、有妓院、有学校、有医院，因为毕竟这里以前住了25万人口嘛。但是这个港口城市呢，后来呢泥沙淤积，所以被放弃了，因为以前的工程没那么厉害嘛。以菲所遗址它曾经是15世纪后从历史上消失，一直到20世纪又陆陆续续被发掘出来，重现人世。你也可以称为叫做艾菲索斯，也可以叫做伊菲所，因为它都是翻译名称啊。这里是目前来到土耳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古城哦。土耳其是一个古迹多多的国家，在这个地方呢，有看不完的古迹，最主要看你想要看哪一种古迹，很完整的、很大型的，或者是小型的、被遗忘的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遗迹叫做贝加梦古城，也可以叫它卫城，因为它有制高点的优势，所以我们是坐缆车上来的。到了这上面呢，沿路上其实就有很多的古迹了。这些古迹呢是遗迹，为什么是遗迹？因为有一些就已经破损了。那山上制高点风也比较大一点，但是到这上面来，你就知道为什么当时它会在这里建成了。因为制高点在古代总是居高临下，它是一个很好看守防卫的地方。树立在山顶也可以看得到迷人的爱琴海，这里可以看得到希腊帝国的兴盛与人类文明的伟大。说到这儿，你就会谈到了土耳其自古以来跟希腊的恩怨情仇。这里曾经是帝国的首都哦，而爱琴海土耳其的沿岸曾经也是希腊抢攻过、侵占过的地方，只是现在它变成了土耳其的。这里的断垣残壁，每一颗石头其实都拥有比我们个人还要丰富的历史故事。
巨大的岩柱，一看也就知道这些都是希腊遗迹。在古代交通工具不方便的情况之下，要把它运到这么高的山上来，然后呢再把它盖起来，如何运送，如何建造，其实不只是个谜，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贝加蒙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高地，也是一个小镇。它呢，虽非亚历山大亲手所建，但也是东征到波斯途中。亚历山大认为贝加蒙地理位置绝佳，是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当时也将许多的宝物留在这个城市。亚历山大大帝呢，英年早逝，30几岁就死掉了。那当时留守在这边的人呢，看管宝物的将军呢，老大死了，那我就是老大喽，他就当地称王，成立了贝加蒙王国。历经了数任国王，利用亚历山大大帝留下来的财物，然后呢，模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广建神殿、王宫、剧场，还有图书馆。所以这里全部都留有亚历山大时期的遗迹，不得了，真厉害哈！那由此可知，亚历山大留下很多财产哦，不然他怎么可能历经那么多代的国王，都还可以撑得下去啊？所以呢，你知道，富得过3代啊，不是富不过3代啊。很多的人会认为伊斯坦堡是土耳其的首都，其实它是它最大的城市，也是它的经济城市。首都是在安卡拉，不是在伊斯坦堡。而来到伊斯坦堡，我们就走入它的香料市集。很多人也可能不知道，世界3大菜系是哪3大？其实是中国料理、法国料理跟土耳其料理哦。那很多人一定会说：天哪，土耳其的东西这么难吃？是谁告诉你难吃的啊？是你吃不习惯，不是它难吃。很多人会说它都是肉，没有菜。其实呢，那对土耳其来讲，你们为什么都吃菜不吃肉？每一个地方一方水养一方人，对不对？不能够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全世界啊！很多人对土耳其的料理呢嗤之以鼻，会认为它的香料放很多，会认为它的食物的味道不合你的胃口。但是你知道它是世界3大菜系，它深受很多欧美人士的喜欢，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看法去看全世界的料理哦。而且呢，你想想看，你认为它用的香料你不喜欢，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有时候用9层塔、用八角、用陈皮，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很难理解啊。所以，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是在旅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是一个旅游大玩家吗？如果你是，你一定会遵守它，也一定会尊重它，也一定会体会它。土耳其的饮食融合了历史、民族、地形还有发展出包罗万象的料理。因为它的欧亚板块，所以呢，来土耳其旅游的时候，可以发现土耳其的饮食文化深受民族影响。土耳其这一块土地呢，因为在历史上留下不同民族的历史痕迹，其中突厥人的饮食文化更是根深蒂固。那突厥人就吃肉啊，所以呢，游牧民族的突厥人呢，都是肉跟酸奶，所以他的肉酸奶是他的主食。然后家喻户晓的优格，对不对？就是酸奶，来自于突厥人的智慧。直到后来融入更多民族的饮食习惯烹煮之后，渐渐的土耳其才改变成小麦、米饭、生菜为主。他们的主食其实就是面包、肉跟我们所知道的优格。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之地。
除了它有非常美丽的景色之外呢，它更是横跨了欧洲跟亚洲2块陆地的结合点。那土耳其国土3面临海，1面内陆，再加上气候随着地形而展现出丰富的形态，所以你在土耳其游玩的时候，绕土耳其一圈，你几乎每一天都会看到不同的地形。进一步呢，可以看得到它独特的饮食，还有独特的文化。来到了它的最大城市，就是伊斯坦堡。博斯普鲁斯海峡，你更可以看到它这种欧洲跟亚洲、天主教跟伊斯兰教、新教之间的文化，在这边冲突撞击，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旁边。哇，今天的浪很大，但是今天的景色也特别的迷人。搭船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这一段海峡呢，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横跨欧洲、亚洲2个国家的景色一次看完，而且它的文化很深，连接了东西方的桥梁，自古以来都是在这个地方，历经了3个古帝国，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希腊、罗马、基督教、伊斯兰教，所有曾经统治或者是经过，或者是在这边传教过的文化历史，都在这个海峡的两岸看得到。它在伊斯坦堡这里，光这里就有11处就登录为世界遗产了。所以伊斯坦堡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全世界的电影都会来这个地方取景，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文化冲击有多大了。而你知道吗？其实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最喜欢做的一种旅游是什么？搭船，多瑙河、莱茵河、博斯普鲁斯海峡、塞纳河，都是可以看到河岸两边的历史荣景，而且呢很轻松，就是你坐在船上啊都不用动，你就可以看得到所有美丽的风景哦。然后呢，你坐在船上呢，你可以去点一杯咖啡来感受一下这种浪漫情怀。你也可以点茶，因为红茶也是在土耳其非常重要的饮品哦。土耳其是个非常热情的民族，咖啡跟茶呢可以说是土耳其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饮料。土耳其不产咖啡，却因为土耳其烹煮咖啡的方式变得有名。然后土耳其呢最爱喝的是红茶，那土耳其的红茶一天的消耗量呢，你知道吗？据统计高达了4亿杯啊，
很惊人呐、它的红茶没有加牛奶啊，变成了红茶牛奶，也没有加珍珠啊，变成珍珠奶茶，它就是很道地的红茶加上方糖。所以来到这边，大部分不一定是喝上一杯咖啡，但是他一定要喝上一杯红茶。那如果你要喝咖啡，那你一定会喝上一杯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是不滤渣的哦。土耳其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观光的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来一遍、来2遍，我都觉得非常好玩。你在这里随处可以触摸得到，甚至也可以听得到，甚至也可以看得到几百年、几千年、几世纪的记忆。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我很喜欢土耳其，我来过很多次土耳其，每一次都会觉得土耳其虽然有时候会觉得景色都一样没有变，但是每一次的文化的冲击，每一次的心灵享受，让我在每一次的旅游，就算去过一样的地方，我都还是很喜欢。这个横跨欧洲、亚洲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半岛跟东色雷斯地区之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跟达达尼尔海峡汇流的地方，也是连接了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有着1000年的历史。7900万的人口住在这儿，够多了吧？国土面积，土耳其有78万3000平方公里，23个台湾这么大。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到？除了塔克辛广场特殊的景色之外，这些清真寺每一天放出来的清真寺的祈祷，这种歌声，你觉得好听吗？我跟你讲啊，我打从内心真的觉得很好听耶。我觉得他们清真寺放出来的音乐都好好听哦。土耳其人类文明重要的记忆耶，这些记录着文明跟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流传世世代代。从它的古迹，从你走到现代化的塔克辛广场都感受得到。所以你现在走在它最热闹的塔克辛广场，但是你眼睛所看到的还是传统的土耳其，不管是它的甜点、小吃，还有它卖的地方特色食品，还有它的建筑物，都浓厚的感受到土耳其的氛围。伊斯坦堡，世界的中心，唯一横跨欧洲、亚洲的城市，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如果以伊斯坦堡为中心，4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50多个城市。这个城市呢，被我们刚刚所搭乘的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分开，所以它横跨了欧洲跟亚洲。从西元330年之后，将近16个世纪的时间，先后成为了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图曼帝国的首都。将近2000年的时空，累积了多少的生活回忆，从古典到现代，而塔克辛广场就看到了现代的土耳其。
在这里你可以去了解到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文化，还有土耳其道地的小吃，国际精品名牌，政教分离的土耳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可以说是21世纪的伊斯兰国家最具代表性、融合了新跟旧的城市啊！这里每一个地方，随便一个餐厅，搞不好都几百年的历史啊！墙面的瓷砖呢，有可能比你的年纪都还要大。在这里每一个空间，我觉得都有一种未知的吸引力，包括甜点，包括厨师，包括咖啡，橱窗里面展现了所有的东西，世界上最古老的市集。天哪，来吧，跟着我们来吧，看我们的节目，跟着我们到全世界各地一起露营去吧。在土耳其甜点到处都是啊，大街小巷你都看得到，说它有多甜就有多甜，红茶要加糖，甜点一定要甜。所以在我看来呢，他们很喜欢吃，但是我觉得呢，它好像是糖尿病跟蛀牙的代名词啊。我觉得土耳其的冰淇淋呢，跟着韩国的泡菜一样，举世闻名啊。然后呢，现在也是到处都看得到。以前我会觉得的，哇塞，第一次看到土耳其冰淇淋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好玩哦，好特别哦。现在呢，我觉得土耳其冰淇淋呢，其实呢，就跟炸鸡排店一样啊，变得很多哦。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每次看到呢，都还是会心一笑。而且说真的，我个人还蛮喜欢吃土耳其冰淇淋的口感啊。离开了塔克辛广场，我们现在来到了托普卡皮皇宫。托普卡皮皇宫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棒，在马尔马拉海跟博斯普鲁斯海峡黄金角的交界处，坐拥超级无敌的海景啊！这个地方非常的大，但是呢，如果让我来说啊，我会觉得在整个土耳其的世界遗产名录当中，托普卡皮皇宫比较静态。它没有像我们去到前面的卡巴多基亚那样子的震撼，棉堡那样子的新奇，或者是看到旋转舞
或者是其他乡下地方保守清真寺的那一种震撼，那一种特别，反而在这边多了一种低调的奢华。托普卡比皇宫就在圣索菲亚的旁边，圣索菲亚教堂这座特别打造的门，让苏丹出了帝王之门，可以从这座门进圣索菲亚大教堂。进了帝王之门之后，我们就到皇宫的里面的庭院。当时建皇宫的时候，把全伊斯坦堡最古老的教堂神圣和平教堂也一并圈进了皇宫的第一座庭院。这座教堂就在奥图曼帝国时期一直被当作存放弹药的弹药库跟仓库，没有被改成清真寺，也意外地成为了全伊斯坦堡唯一没有被改成清真寺的老教堂。这话怎么说呢？其实话应该是说呢，这里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伊斯坦堡，所以东罗马帝国代表他信奉的就是基督。但是后来呢，因为历史战争的关系呢，他被伊斯兰统治了。伊斯兰在统治这边的时候呢，就把这里大部分的教堂呢改成了清真寺，只有某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教堂呢没有被改掉，其他能改的他几乎全改了。所以在伊斯坦堡你就会看得到很多教堂，而这些教堂外面是教堂，里面却是清真寺，比比皆是哦。奥图曼帝国的元老级故宫世界文化遗产托普卡比皇宫里面却有一座教堂是没有被改建成清真寺的，这里也是奥图曼帝国苏丹宫殿，这里是土耳其奥图曼帝国时期的宫殿。146年建成之后，苏丹也就是土耳其的最高统治者生活起居、王朝、内政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非常重要，也具有历史价值。托普卡比皇宫用了多久呢？大概4个世纪。这4个世纪以来都是奥图曼帝国苏丹王宫的宫邸，现在是对外开放。现在里面也存放了非常多的神圣古物。这个皇宫其实保存的非常的良好，对历史迷来说，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会觉得是美梦成真啊！这里的宫殿很大，占地有70公顷，外层的围墙超过了5公里。苏丹王追随者所有的活动场所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呢，以前是按照传统外人不得进入后宫因此这里面还流传了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因为封闭嘛，资讯把它对外交流关闭起来，就会产生很多的神话故事
到了今天，弓箭仅对外开放部分的区域，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开放的。然后呢，这些没有开放的地方还放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哦，甚至经过了100年，它都还放在里面没有开放。一定没想到，土耳其的郁金香，土耳其文叫做拉雷啊，这个不是我们台语在讲说利喜利拉雷哦，不一样啊。国旗代表一个国家以外，花也可以视为一个国家的象征。郁金香是土耳其的国花，想必很多人会疑惑，郁金香它不是荷兰的吗？对，没错，它也是荷兰的国花。荷兰会拥有郁金香，其实是几百年前土耳其苏丹送给他们的。你知道吗？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我们来到的伊斯坦堡，也就是灭了东罗马帝国，然后进入漫长的征服扩张期，将它的领土扩大至欧洲及北非。16世纪可以说是奥图曼土耳其帝国最鼎盛的时期啊。郁金香最早其实是种植在中亚大陆内的干燥气候，土耳其人从中亚迁徙到如今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一路就将郁金香带在身边。他们对郁金香的喜爱跟信奉伊斯兰教也有关系。阿拉伯语跟伊斯兰书法当中的郁金香就叫拉雷，它就是头巾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伊斯兰都会包头巾啊，而当时的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很用心的栽培了郁金香，改良出许多的版本啊，在宫廷贵族之间都很受欢迎。会传到荷兰，是因为在鼎盛时期，苏丹王送了郁金香给各国驻伊斯坦堡的外交官。然后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外交官把球巾呢，当时带到了什么？欧洲的维也纳，再辗转进到荷兰。一时之间，欧洲的有钱人啊，都为之倾倒，价格不断的往上飙，所以造成了欧洲荷兰，你去的时候会听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经济故事，叫做郁金香狂热泡沫经济啊。为什么土耳其的郁金香不如荷兰有名呢？很简单啊，因为荷兰宣传的比较好啊，所以呢就会发现啊，好像是荷兰比较有名啊。这也是事实啊，而现在慢慢的土耳其也开始推广咯，所以每一年的4月份，伊斯坦堡就会推出了郁金香节，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到土耳其看郁金香。走出来之后，我们马上来到了世界最有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也就是蓝色清真寺，所以你说伊斯坦堡好不好玩呢？非常好玩，它从每一年的9月份以后开始，一直到隔年的4月份左右，都是土耳其的旅游旺季，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土耳其哦，千万不要忘记土耳其还有在4月份的郁金香花季哦。我们从前面的郁金香花季的公园走到了圣索菲亚跟蓝色清真寺。这一趟土耳其，希望把最美丽的景色在春天都带给你们欣赏。
广场的中央有一个罗马纪念柱，这里是君士坦丁广场，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修建的君士坦丁纪念柱。它是纪念拜占庭改名叫做新罗马，作为罗马帝国新首都所立下的一根纪念柱。在西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之后，被奥图曼土耳其帝国攻下来之后呢，取下了十字架，象征了一个宗教时代的衰败。然后呢，又经过了地震、大火，摧毁了君士坦丁纪念柱周围的街区，所以呢，也被称为烧之柱，现在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